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关于悬疑刑侦犯罪的韩剧《Vice》第1季第4章。112报警中心接到报案电话，秀林洞有个男性在拿刀威胁老人，老人名叫朴富顺，住在秀林洞104号。他有老年痴呆，精神也不太正常，把社区的所有垃圾都堆在了自己家里。报案人在隔壁房间，因为垃圾味道太大，他才跑来投诉的。威胁老人的是住在楼上204的三土，靠送快递谋生。疯狗和大直赶到现场，把防盗窗卸下后，疯狗来到了房间里。九妹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三土的声音有种不安和胆怯，如果都到了用刀威胁别人的程度，声音应该更具有威胁性才对。疯狗看准机会冲了进来，直接制服了三土。然而没想到三土却直接开始哭诉，他也不想这样，就因为那个奶奶，他都被解雇了。奶奶是这栋楼的楼主，但合同还剩1年半，他就让三土搬出去，这里是市里最便宜的地方，他不想搬走。没想到奶奶就开始折磨他，不让他好好休息，还整天换着法子吓他。老年痴呆都是骗人的，三土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这样做的。那个奶奶的钱多的是，还把他们这种可怜人都赶出去，简直是个黑心房东。疯狗让他先去派出所，有什么事到那再说。警察也让奶奶去做个笔录，奶奶不愿意去。疯狗试着劝他，却突然闻到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，他觉得有点奇怪，便让指挥中心查一查这个奶奶。小浩发现奶奶在6个月前把房子登记为死后捐赠遗产，还卖给了一个较好朋友的开发公司。这个奶奶确实很可疑，她说话虽然有些语无伦次，但不像是有老年痴呆症。她说话时使用的词汇清晰而且准确。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根据记录，朴富顺做过声带手术，但这个奶奶的声带却非常健康。这时三土突然挣脱束缚，来到了房间里。慌乱中他看到柜子里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，这可把他吓惨了。疯狗打开柜子，一具被包裹的尸体掉了出来。更让人无语的是，这具尸体居然和奶奶长得一模一样。尸体头部有凹陷的伤口，是被什么东西重击后造成的。疯狗发现尸体的声带有手术留下的伤疤，朴富顺曾做过声带手术，看来死的这个人才是真的朴富顺。那这个奶奶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和朴富顺长得一样呢？大直也在房间里发现了凶器。疯狗突然看到有个人跑了，邻居们说好像是住在205的人。小浩查到住在205的叫沈春玉，和弟弟沈永云住在一起。沈永云有10次施暴记录，小浩也找到了他们的照片。看来这个沈春玉可能就是假扮朴富顺的人。正在逃跑的就是沈永云，沈永云被判定为3级智力障碍，还曾往沈春玉的账号打入了2000万来历不明的钱。秀林洞事件发生20分钟后，成功抓获了嫌疑人，而那个哒哒声也出现在了现场。沈永云有智力障碍，根本审问不出什么来，但当他听到了开发公司的名字后，就变得异常兴奋。九妹觉得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，沈家姐弟可能是受到了开发公司的威胁。疯狗突然收到线人的消息，他要查的那个开发公司有眉目了。线人找到了一个刚从那个公司辞职的人，他让疯狗赶快来找他。临走时，疯狗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沈永云被捕的时候，右手握瓶子的样子很奇怪，抖得很厉害，好像右手没有力气一样。疯狗找到线人黄毛，黄毛告诉他的那个开发公司的老板在说话的时候会发出哒哒的声音。另一边，九妹发现沈永云在2个月前好像和谁打过架，右手骨折过，要完全恢复的话最少都得6个月。朴富顺是被人用右手击打致死的，如果他不是在2个月前被杀的话，那沈永元就不可能是凶手。九妹试图说服沈春玉让他说出真相，但沈春玉好像也收到了威胁，他说只要自己闭上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九妹告诉他，朴富顺临死前都没有闭眼，他死的得有多远呢？在6个月前，朴富顺就把所有的资产都整理好了，要在死后全部捐赠给沈家姐弟。沈春玉终于动摇了，他愿意说出真相，但警方必须保护他们姐弟的安危。原来朴富顺虽然看上去很凶，但其实对他们这些租客都非常好。有一帮坏家伙们要买朴富顺的地，但他坚决不卖。结果有一天，永云满手是血的人来找姐姐，浑身还抖得不行。春玉以为他又犯了什么事，就跟着永云走了。他们说是永云突然发疯，把朴富顺打死了，然后还威胁春玉，如果不按他们说的做，就把他们姐弟给活埋了。春玉从此就堕入了深渊，好几次他都想说出真相，但就怕那些家伙杀了永云。他当时非常害怕，
也没看清那帮人长什么样，只记得有一股很重的香料味。春玉想起昨天晚上那帮人还来找过他，让他赶快把三屠赶走。他当时看到车里也有一个人和他一样在求饶，还听到他们在说黄毛什么的，又处理一个什么刑警。另一边，黄毛和疯狗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。黄毛说他去看看那个人怎么还不来，让疯狗留在车上等他。这时前后都来了辆大车，堵住了疯狗。九妹赶紧给疯狗打电话提醒他，但已经迟了。车上下来了很多人，直接开始袭击疯狗。疯狗虽然很能打，但也架不住对方人多。他们让一个人带着疯狗的手机去吸引警方的注意。虽然九妹很快识破了他们的计谋，但还是要先抓住这个人。无奈的是，大直没有追上他，只追回了疯狗的手机。那边疯狗被抓，黄毛完成任务后准备离开，但他没想到这帮人根本没打算放过他。小浩发现疯狗出事后，并没有车辆从那里出来，看来疯狗就被关在附近。这时哒哒声终于出面了，他承认银杏洞事件就是他做的。疯狗红着眼睛告诉他，快逃跑吧，从现在开始让你知道我为什么叫疯狗。哒哒声没有理会他，直接带人走了。疯狗故意激怒看守他们的人，然后趁机干掉了他。疯狗并没有怪罪黄毛，他知道黄毛也是身不由己。接下来疯狗战神附体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九妹也突然想起春玉，说她闻到了很重的香料味。她也终于明白阿黄临死前说的是什么了。自然，犯人身上有很浓的羊肉调料味，疯狗应该就在附近的屠宰场里。疯狗这边已经干掉了很多人，哒哒声都被吓到了。他手下拿出了枪，指着疯狗。哒哒声以为胜券在握，但疯狗又给他上了一课。警方终于赶到了现场，哒哒声赶忙逃跑。虽然没有抓住他，但现在已经知道他是谁了，抓到他只是时间问题。九妹也拿出了哒哒声杀害阿黄的证据，厅长这次再想阻止也没有办法了。哒哒声的真名叫南向太，他没想到这次会栽到疯狗的手里。另一边，因为秀林洞事件的曝光，土地局局长不敢继续开发这块地了。承运输的毛会长却不以为意，这块地他们势在必得，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耽误了。毛会长的儿子毛太久告诉局长，他们打算投资1000亿，在秀林洞建造一个客运站，但局长还是有点不安。另一边，警方查到了杀害卜富顺的真凶，但永远也逃不了协助杀人罪和藏匿尸体罪，他可能下半辈子就要在监狱里度过了。春玉准备回去做点米露给永云喝，他也想给九妹带一点，表示感激之情。九妹觉得南向太并不是一些洞事件的真凶，南向太的声音比他当时听到的那个声音年纪更大。不管怎样，现在已经下了通缉令，先把南向太也抓回来再说。这时警方发现了南向太藏身的地方，就算他不是真凶，他肯定也和这件事有关系。那边毛会长对南向太非常不满，都是因为他闹出的事，才导致局长想退出秀林洞的项目。他让毛太久一定要把这件事处理好。毛太久给南向太打电话，让他自己处理好后事。看样子南向太也是给毛家打工的，难道南向太也承认行动实践是他做的，是在为毛太久打掩护吗？那边春玉回到家里祭拜了一下卜富顺，再怎么说卜富顺也对他们姐弟有恩，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卜富顺。然而这时银杏洞事件的真凶来了，他拨通了112报警电话。小浩看着号码有点眼熟，这才反应过来是春玉的电话。疯狗他们赶到现场，可屋子里什么也没有。大直发现之前的那个柜子有点可疑，打开后里面居然是春玉的尸体，旁边还有一段经文。这时灯突然被打开，报警电话是在9点10分打来的，他们来到这里用了13分钟。有人算好了时间，在电箱里设置了计时器，犯人不可能在13分钟内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。那个报警电话一定是杀完人后才打的。小浩发现尸体下面的镜子碎片，好像是在指出下一个目标，就是看着镜子的你，就是下一个祭品。难道犯人下一个目标就是疯狗和九妹吗？春玉的手机上发现了南向太的指纹，南向太也被判定为杀害春玉的凶手。警方继续通知南向太。那边毛会长找来了厅长，厅长对他非常恭敬。厅长和毛太久的父亲有交情，把他送进监狱有点说不过去。他准备把南向太送去日本，让厅长不要抓他。另外，他让厅长尽快把黄金时间组撤掉。大直无意中听到了重案组队长在打电话，
好像还提到了梦幻世界。以队长的工资，根本不可能去那种地方消费。队长非常可疑。毛会长把南向太找来，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先去日本避一避。但南向太有个条件，要派人去医院找疯狗的儿子。看来他对疯狗已经恨之入骨了。本集的剧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